刚到美国的你，到底该选哪家银行开户？人生地不熟 ，SSN 还没拿到，英语也不太行，银行的规矩也都很陌生。可是偏偏刚来美国，转账、交学费、付房租都要和银行打交道，开户拖太久实在不方便。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全面拆解3家最适合华人留学生、新移民开户的银行。分别是 Chase 摩根大通银行、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以及 East West Bank 华美银行。哪家开户门槛最低？哪家信用卡最容易下卡？哪家服务对华人最友好？今天讲清楚所有你最关心的细节。如果已经在美国落脚，那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开户的第一家银行。Hello， 我是财喵，在纽约，关注我，陪你搞懂美国理财生活，省心省钱，少走弯路。首先，我们来聊聊大通银行 Chase。它是全美线下分行最多的银行，全国范围大约有4800家分行网点和超过16000个 ATM 网点。它在美国的48个州加 DC 地区都有分布。在纽约地区，像法拉盛 Main Street、曼哈顿下城都设有进行中文服务的分行，支持普通话和粤语。对于留学生来说 ，Chase 提供 College Checking 学生账户，18到24岁的申请人可以直接在线上申请开户。如果你还没满18岁或者没有社会安全号码 SSN， 那就需要本人带着学生证明文件前往网点办理。官网有明确标注，如果没有 SSN， 需要到店开设账户。文件要求方面相对清晰 ，Chase 列出了国际学生可以使用的证件类型，包括护照、I-20。学校录取通知书、学生证等，而且开户时不需要美国手机号，只要你提供的材料齐全，符合学生的身份，柜台工作人员一般会很配合，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Chase 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提供面向零信用记录的这个信用卡产品 Freedom Rise。Freedom Rise 信用卡就是专门为信用新人准备的，系统不要求你有过往的信用历史记录。如果想要提高下卡成功率，你可以在开户后先往你的活期账户，也就是你的 checking 中存入$250。虽然不能保证一定能拿到信用卡，但确实会有一些帮助。但注意，在 Chase 办信用卡必须要有社会安全号 SSN， 不然的话你是办不了的。综合来看 ，Chase 是一个稳妥的选择，无论是网点覆盖率，还是 ATM 的数量，包括后续的办信用卡，都对新移民来说很友好。然后呢，我们说说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他们家的优点是线上线下服务很细致，对国际学生也十分友好。Bank of America 是美国的头部大型银行之一，拥有约3700家分行网点和超过15000家 ATM 网点，覆盖能力与大通银行相当。相比之下，美国银行在对国际学生初来美国的非公民方面支持更细致，官网有专门为国际学生开户的一个指引界面，清晰列出了所需的文件、办理的流程还特别提供免费口译服务。这项服务可以在分行直接要求，如果你的语言不够流利，需要专门的翻译协助，那你就可以在分行网点免费要求这项服务。美国银行推荐给学生使用的账户产品是 Advantage Safe Balance， 这款账户对25岁以下免除月费，而且无透支功能，适合刚来美国还没有适应美国金融系统的用户。信用卡方面，美国银行拥有完整的信用卡产品线，比如 Travel Rewards Student Card 和 Custom Cash Rewards Student Card， 这些产品本身设计就是面向信用记录尚浅的用户，上手门槛低，也可以帮你用来稳定的、逐步的慢慢建立信用记录。从用户口碑来看，美国银行在2025年的知名市场调研公司 JD Power 的全国零售银行理财建议满意度中排名第一，说明它在客户服务产品分类、风险提示方面的整体表现都优于同类银行。Bankrate 这家金融媒体的测评也强调了他们的网点很多、ATM 数量大、移动 APP 操作顺畅的优势。但我这里要提醒一下，美国银行的利率普遍偏低，不太适合有大量存款的用户做收益管理当投资工具。2025年，他们还宣布将在2027年前新增150家网点，说明这家银行在持续的做这个全国化的布局。接下来我们说说最理解华人生活场景的银行 East West Bank 华美银行。如果你目前还没拿到签证，或者还在国内准备出国行程，那么华美银行提供的 Global Student Account 是你的最佳选择。这款产品支持完全远程开户，可以先开户后补交签证信息。根据银行的规定，补交签证的最长期限为6个完整的账单周期，也就是大约半年的时间。只要你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件、存入启动资金，就能够正常使用账户功能。华美银行明确接受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证件、护照、
照或身份证。官网有中文版的说明页面，也支持普通话和粤语服务，是目前唯一一个在开户流程方面全面支持中文的美国主流银行。虽然华美银行在网点数量上不如前2家，仅有100多家左右，但在华人聚集的区域存在感极高，比如纽约法拉盛、洛杉矶圣盖博谷、内华达、德州、华盛顿州的华人区都是有分行，很多网点甚至直接设在大华超市的旁边，非常接近华人的生活区。另外，这家银行有一个特别友好的政策，在每个账单周期内可以报销1次第三方 ATM 使用费，也就是说，即使你身边找不到华美的 ATM， 也可以使用别的银行的 ATM， 再通过系统自动报销第三方的 ATM 使用费。这对于刚来美国还没有熟悉本地交通和银行分布的人来说非常的实用。信用卡方面，华美为新人提供担保型的信用卡，你可以先交押金开卡，再通过正常慢慢还款积累你的信用记录。实际选择哪家银行开户，最重要的不是哪家银行的广告有多响，名声有多大，而是看你当前在美国所处的阶段，包括身份状态语言能力和未来几个月的安排。如果你还在等签证或者还没到美国，那华美可以帮你先远程开个账户，把学费、生活费、房租提前转入，落地后你就马上可以用。语言支持、文件要求都非常友好，是新移民过渡期的好选择。如果你已经有很全的证件了，甚至是已经有了SSN， 计划在美国长期生活，希望能全国通用，那么 Chase 和美国银行更适合作为你的主力银行。他们的体系更加成熟，网点密集，线上转账、日常支付也都非常方便。选对银行不仅是方便收钱花钱，更是走上美国信用系统的第一步。建议大家在开户前先分析好自己当前的身份状态、预算以及信用卡计划，再来做决定。每个人的起点不同，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希望这期视频能帮你更清楚地了解3家银行的特点以及适配人群。如果你已经来美国了一段时间，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和踩坑的经验。想看更多美国生活的实用干货，记得点赞、订阅、转发给身边刚来美国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